不可否认，这些年在家庭装修中非常盛行温馨的原木风、奶油风装修，那种浅色系与原木色的搭配，让家多了一丝烟火气，温馨感十足。但是大部分人在选择地面材料时都很纠结，归根结底是因为地板虽满足了原木风的温馨感，但防潮性差，售后问题多。瓷砖虽说不怕水，但又没有地板那种天然的木材纹理。当木纹砖这个产品进入家装市场后，它的出现是否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？那木纹砖都有哪些优缺点？为什么有些人用过之后就后悔了？在我看来，木纹砖虽然优势明显，但也有4个突出问题是硬伤。一、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木纹砖？它有哪些优点？一、木纹逼真，颜值高。从视觉角度看，木纹砖表面花纹是仿造天然木材纹理，所以铺装后具有木地板的视觉效果，颜值很高，铺装效果显着非常高档。而且木纹砖还可以不同造型铺贴，例如人字拼、鱼骨拼等。二、耐磨度高，不怕水。从耐用角度看，木纹砖是砖类产品，非常耐磨，同时还不怕水，特别适合南方朋友，既享受到木地板的颜值效果，又不怕潮湿的天气环境，售后问题基本没有，非常省心。相比较之下，木地板耐磨度不够，需要精心维护，而且木材遇水之后膨胀变形，情况严重的话还需要更换地板，且售后问题也多。三、环保，无甲醛。木纹砖对比木地板还有一个较大的优势，就是木纹砖是瓷砖，环保无甲醛。很多朋友因预算等原因没办法选纯实木地板，而选择3层实木、多层实木，甚至是强化地板，那么选择这几种产品就会面临选不好就存在甲醛隐患。尤其是在地热盛行的北方，地热会使地板加速释放甲醛，所以这也是很多人选择木纹砖的原因之一。凡事都有两面性，木纹砖也是如此。很多人装修新房之前，因为没有经验，自然而然的会去网上看看别人家都装什么风格，用什么材料，包括小编也一样的。看到有网友家用木纹砖，装的效果也是自己也喜欢的，就盲目跟风。但等到实际用过之后，才发现木纹砖不可避免的4大硬伤。二、为什么说有些人用过木纹砖会后悔？它都有哪些硬伤？一、平整度差，质量参差不齐。因为木纹砖大多数都是由大砖切割而成，有些避免不了就出现了中间拱两边翘的现象。越长的砖平整度越差，铺贴后存在高低差不平的情况。听熟悉的瓦工师傅说，基本每个品牌的木纹砖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种情况，并且上网看网友真实反馈后，几乎都有铺装后平整度相关的缺陷。网友真实反馈暖洋洋，虽然一直知道木纹砖容易铺不平，但是我那最高最低的那一个地方都有 0.4 至 0.5 厘米了，返工了一共8片，还刚好赶上我这边安装中央空调的时候来返工，现场真是乱得一塌糊涂，闹心。橘子的家最初选木纹砖其实并不是为了省钱，总之一言难尽。虽然也了解过木纹砖多少会有铺不平整的情况出现，但这个高低差我真的哭了。二、表面藏污纳垢，不好打理。为了仿照真实木纹的感觉，有些木纹砖表面采用了凹凸有纹理的设计，表面不平整，在日常打理卫生的时候，这些有纹理的地方就容易藏污纳垢。很多人买的时候没多想，都觉得瓷砖都是好打理的，用过之后才后悔，当初不如买平面的了。网友真实反馈周瑶瑶，听我一句劝，尽量不要买表面有纹路的木纹砖，不然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，擦的我手抖啊，太能藏污纳垢了。兔子还是想劝劝想买木纹砖的朋友，别选表面纹路太深的砖，卫生真的难搞。三、造价高，人工费贵。市面上的木纹砖质量良莠不齐，价格也是一样有高有低，买个大品牌好一些的木纹砖，其实算下来还是比实木地板便宜不少的。但是买砖的费用可不是铺装后的费用哦，后期的沙子水泥先不算，人工费70100平方左右，加上美缝费用2580平方左右，整体算下来要约合200300平方了。这个价钱都可以买到原木地板了。网友真实反馈阳光，木纹砖比普通瓷砖要贵一些，还可以接受，但后期真的太费钱了，上楼费、人工费、环氧采砂、美缝钱加一起，不如买木地板了。四、美缝不好做，容易翻车。
大家基本都知道，木地板是卡扣式安装的，把每片地板按照卡扣的朝向拼好就可以。而木纹砖是瓷砖，都是用水泥砂浆铺贴在地面上的，正常情况下都是要留收缩缝，然后用美缝剂填好缝隙处。但是由于木纹砖本身会存在变形的情况，铺贴后两个缝隙处有高低差，这就导致美缝的时候不好施工，后期高低差更明显了。网友真实反馈 I can see you 啊，装修到现在脾气都被磨没了，但是这次的坑真的很大。木纹砖高低不平，美缝之前看不大出来，美缝以后特别明显。工长说是砖的问题，为什么不早说？气愤。再有就是选择美缝的材料，大多数都是美缝剂或环氧彩砂。美缝剂因为是亮面的质感，所以用在亮光瓷砖上效果会更好。环氧彩砂是磨砂哑光质感，所以用在抛釉砖、仿古砖等哑光瓷砖上效果更好。因此木纹砖建议选环氧彩砂效果更好。建议大家在填充材料颜色的选择上，还是自己多费费心，尤其一定要在白天趁阳光正好的时候选颜色，别像下面网友一样选错颜色，追悔莫及。网友真实反馈乌林凯，装修用的东西一定要自己确认，别听推荐。本来原木风的家变成孙悟空的眼睛爆闪，有种有家不想回的感觉。贝卡，本来和师傅沟通好颜色了，上班不在家，家里老人却直接改成金色，说是大气，真的好像袈裟已经重做了。必须要承认，木纹砖相比于瓷砖和木地板有着天然的优势，但不可忽略的缺陷也很明显，所以在选择时切勿盲目跟风，适合自己需求的才是最好的。最后，也希望这篇文章能让大家在选择木纹砖的时候带来一些参考和帮助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环境的变化，一些传统的家居用品正在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，比如立式的饮水机、传统的马桶刷，还有半自动洗衣机等等。这其实也反映了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。本期小东就给大家盘点5个正消失的卧室产物，这些过去家家必备的家居用品，现如今却开始逐渐消失，或许以后只有在记忆中才能看到它们的身影。床头挂电视。搁在10年前，家里装修，大多数家庭都会买2台电视，一台放客厅，一台挂在卧室。因为过去智能手机还没那么普及，家家基本上都是靠看电视打发时间，躺在床上看电视，那真叫一个舒服。但是现在很少在卧室中再看到电视机的身影了。当然，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也不会觉得奇怪，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看电视的需求越来越低，即便是装了电视，1年也看不了几次。另一方面，卧室空间本身就很局限，挂个电视机，再摆放个电视柜，更显得局促了。另外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如今的影音设备也不再是单一的电视机，家庭投影仪也越来越成熟了。相比于传统的电视机，不仅有体积小、不占空间等优势，而且可以利用墙面当幕布，不论是追剧还是看电影，观影体验都更佳。所以现在卧室床头放电视的传统设计也就跟着消失了。罗马干窗帘。咱们的卧室是私密空间，安装窗帘不仅能遮光，还能遮挡视线，而且还有很好的装饰性，所以窗帘也是家家必备的家居用品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罗马干因其安装便捷、成本费用低，比较符合传统的欧式装修风格等优势，在窗帘界叱咤风云很多年。但是随着人们审美的改变，近些年的家庭装修中已经很少看到罗马干窗帘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更简洁的轨道窗帘盒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罗马干自身缺陷太明显，比如杆子暴露在外，看上去并不美观，显得很老土，而且实用性也差，用久了会出现卡杆、拉不顺的现象。更关键的是漏光严重。反观轨道窗帘盒，各方面优势明显，安装窗帘盒可以把轨道和顶部褶皱的地方完全遮起来，整体美观大气，而且也提高了遮光性。另外，现在安装滑轨的成本也比较低了，所以老式的罗马干窗帘就开始逐渐消失了。3. 榻榻米床。卧室榻榻米床加衣柜的组合在以前非常流行，这种设计有着收纳功能强，占地面积小，而且不受户型限制，想当初也是盛极一时。然而近些年，这种堪称是小户型救星的榻榻米床却被大众所抛弃了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分析原因，主要是因为它自身缺点导致的必然结果。比如被大家诟病最大的问题就是防潮性差，不透气，特别是在一些南方城市，
时间一长还会出现发霉生虫的现象。其次，虽说可以当床用，但即使铺上垫子，睡在上面也是又硬又硌，舒适性也差。另外，还有更关键的收纳储物问题，虽然确实能装，但拿取东西却不方便。箱体内的卫生死角也多，清洁卫生也是超级麻烦。除了上面的这些缺点以外，榻榻米床的造价也不便宜，因此很多人也想明白了，与其花同样的预算，还不如直接买个带床箱的成品床划算。4. 墙面壁纸。说到装修卧室墙面，早期的壁纸几乎是家家标配的装饰材料。墙纸与墙漆相比，有它独特的优势，花纹颜色丰富，而且价格实惠，对墙面也有很好的遮盖性。但是在国内的家装市场，墙纸的流行周期非常的短，现在基本上被淘汰了。因为用过壁纸的人都发现，墙纸的使用寿命短，一般只有2至3年，自身的缺陷实在太多了。首先，墙纸本身接缝比较多，所以时间一长就很容易翘边翘角。其次就是防潮性差，受潮后会发霉起鼓。另外还有容易刮花、刮坏、不易清洁等毛病。而随着家装行业的发展，现在市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型的墙面装饰材料，常见的有墙布、硅藻泥、艺术漆等。相比于壁纸来说，不仅装饰性更好，环保性更高，而且使用寿命也更长。所以谁还会用过去的墙纸呢？5. 木工打柜。在全屋定制还没盛行的那个年代，家里的卧室衣柜要么买成品，要么找木工打柜。找木工打柜子与买成品衣柜相比，空间利用率更高，而且样式和格局相对灵活，实用性更好。所以在以前选择木工打柜子几乎是家庭中的标配。我家老房子里的衣柜就是当时找木工现场加工的，到现在已经经历30多个春秋了，虽然样式有点落灰了，但依然能用。但是近些年为什么没少见到木工打柜子了？在我看来，原因有这么几个方面。第一，木工不好找了。说白了，木工打柜子也是技术工种，上一代手艺好的木工年龄越来越大了，现在的年轻一代手艺又不行，所以出现了严重的断层现象。第二，价格并不便宜。原本想着找木工打柜子会比全屋定制省钱，实际上买板材加五金还有单独的人工费，综合成本算下来没比全屋定制省多少，一组衣柜的差额并不大。第三，美观性不足。木工打柜子虽说结实耐用程度够，但毕竟是手工制作，怎么也不如机器的流水线作业那么精准，所以无论从外观、封边以及细节处理上都不如定制的美观。所以说抛开装修设计师不谈，毕竟有利益驱使，但是就目前现状来说，现在很多装修工厂也不建议大家选择木工打柜子了。当然了，随着木工打柜子的逐渐消失，也并非全屋定制一家独大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卧室做砌墙衣柜，毕竟费用成本低，而且空间使用更灵活，而且还不用担心板材环保问题。其实除了上述说的这5种家居用品外，比如华丽的水晶吊灯、传统的 PVC 踢脚线、老式电风扇，也都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，这也是时代趋势，谁也躲不过。当然了，它们的消失也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改变了，需求也提高了，这也让家装行业得到了进步。你还知道哪些被时代淘汰的家居用品呢？时代要淘汰你，可能连招呼都不打。在装修行业很好的验证了这句话。可能大家不难发现，曾经那些火到一塌糊涂的客厅用品，如今越来越不受待见了。从万人追捧到被人嫌弃，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？是自身缺陷导致的，还是时代改变导致人们的需求也变了？本期内容，小东就给大家盘点5个跌下神坛的客厅产物，或许淡出中国家庭也只是时间问题。1. 瓷砖波导线。很多年轻人可能想不通，铺装瓷砖时为何非要加个波导线造型，费工费料不说，效果又不好看。但其实任何一种材料都有它独特的作用，瓷砖波导线亦是如此。它不仅有分割功能区的作用，同时还能增加视觉的层次感，让地面看上去不单一，效果更丰富。尤其是早些年的欧式、美式装修风格，在这注重华丽，在这样波导线造型感觉更加高端大气。但是这些年的流行趋势有所改变，现在装修更流行简约现代或是极简奶油风，这些风格采用瓷砖通铺的形式，效果上才显通透大气。另外，对于客厅面积不大的户型，如果再强行加波导线的话，会有一种很强的割裂感，
特别是摆放上家具之后，看上去更显局促压抑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曾经红极一时的波导线造型也就跌下神坛，不受待见了。二、柜机空调。说的家用空调无非是分体式和中央空调两种，其中分体式空调又分为柜机和壁挂机。柜机空调和中央空调相比有价格优势，而且无非吊顶，安装维护也方便，和普通挂机相比功率大，风力强劲，所以曾经也是很多家庭的首选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柜机空调的弊端也显现出来。首先，虽说柜机空调送风距离远，但直吹人，导致舒适度较差。其次，管道和电源线外露，美观度也不高，而且体积较大，放在客厅角落里，不仅占地方，还会有卫生死角。反观后来居上的风管机空调，价格和柜机空调差不多，但安装可隐藏吊顶里，美观性与装修档次更高，而且出风和中央空调类似，室温更均匀，舒适度也高，显然更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和审美，所以也就渐渐地取代了柜机空调的霸主地位。三、大茶几。不可否认，茶几曾经作为客厅的必备品存在了很多年，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着改变，茶几已经不再是装修的必需品，甚至成了多余之物。究其原因，在我看来，无非是以下几个原因导致的必然结果。第一，以前人们喜欢边看电视边吃饭，茶几可代替餐桌使用，但现在大家都不再有看电视的需求，随处刷手机打发时间，也不需要在茶几上用餐。第二，茶几顾名思义就是为了喝茶和会客使用，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，很少喝茶不说，一年家里也来不了几次客人，自然就失去了它的价值。第三，茶几的话让省国不仅会影响行动路线，而且还让客厅看起来十分拥挤，特别是有小孩子的家庭，想要营造出玩耍空间，茶几就变成了累赘。综上所述，大茶几逐渐被淘汰，也就不足为了。至于茶几的收纳功能，也并不一定需要，因为即便有遥控器或小物件需要放置，用沙发边挤代替即可。四、岩板电视墙。高大上的岩板电视墙曾经有多火？记得前几年家里装修，我们小区一个单元10家有8家都是岩板加木格栅的设计，在当时真的是非常流行。电视墙作为客厅最重要的区域，人们愿意花重金打造也是情有可原的。但是实话实说，这种高大上的电视墙除了颜值高，其实也存在不少缺点。首先，清洁难度大，特别是那种顶天立地的木格栅设计，凹槽里非常容易积灰，格栅条的间隙又小，清洁非常麻烦，而且顶部还够不着，需要踩梯子登高。其次，拆改局限性小，越是流行的东西，越容易过时。再漂亮的电视墙，也有看腻的一天。这种电视墙又是石材又是木材的混合施工，后期想拆改更换几乎是不可能。另外，成本造价高，岩板和木格栅都是比较贵的原材料，而且一整张的岩板上墙对施工难度要求也很高，人工费也自然不低，少则5000，多则1-2万，确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近些年，随着轻装修、重装饰的装修理念呼声越来越高，大家渐渐也回归了理性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岩板电视墙造价高、易过时、不好拆改的实际问题，所以它被淘汰也是在情理之中。五、硅藻泥。墙面刷乳胶漆还是贴壁纸，很多业主会纠结，乳胶漆效果一般，质感平庸，壁纸环保性差，还容易开翘起皮。天然材料硅藻泥的出现，似乎让人们眼前一亮，质感突出且环保。曾经在装修行业也引起不小的跟风狂潮，但是好景不长，硅藻泥自身的缺陷就暴露出来，甚至被很多业主吐槽说是智商税。其一，夸大效果，很多商家宣传硅藻泥不仅环保，还有净化空气、除甲醛的功能，但实际上硅藻泥只有少量吸附甲醛的作用，而且饱和后还会吐出来，所以治标不治本，纯属是商家的营销套路。其二，耐用性差，硅藻泥的硬度和韧性也不行，稍微磕碰都会出现塌陷和裂痕，且后期不好修复，而且不耐脏，墙面有污渍和手印的话，只能用橡皮轻轻的擦，有小孩子的家庭真的要慎选。其三，行业不规范，价格贵，硅藻泥市场非常混乱，行业标准不统一，也不健全，这也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，一些不良商家利用消费者不懂的心理，把不达标的产品都能卖到天价。总体来说，硅藻泥自身价格贵，耐用性还差，
而且功能也没有宣传的那么好，所以自然就跌下神坛，不受大家的待见了。当然了，慢慢被时代淘汰的家用用品还不止这些，比如贵妃位沙发、嵌墙踢脚线、罗马干窗帘等，因其自身的缺陷，也逐渐失宠，没那么受欢迎了。对于这些曾经红极一时的客厅产物，你家是否也用过呢？终将被时代淘汰的5种家电，你家还在用吗？家用电器一直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生活之需。不可否认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家电产品层出不穷的创新更替，有些传统电器正在淘汰的边缘。本期小东根据做家居博主多年的经验，总结出5种正在被时代淘汰家用电器。如果你近期有置换家电的需求，建议认真看完。在这花了不必要11次。饮水机，传统式饮水机，相信大家并不陌生，就是那种上方是饮水桶，下边是主机，插电后就能出冷热水。在前些年技术还不发达的年代，几乎是中产家庭的标配。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随时更方便的喝到热水。但为什么现在很少见到这样的饮水机了？其实这种传统饮水机有几个比较大的缺陷：一、水的温度没办法调节，没有恒温水，只能喝到冷水或热水，而且内胆加热不能把水完全烧开。二、饮水机的内部难以清洁，容易堆积水垢，滋生细菌，长期饮用对身体健康有危害。三、上置式水桶的这种设计，每次换水也非常麻烦，而且没有防干烧功能，还存在安全隐患，所以在家庭中已经很少有人再买这种传统饮水机了。如果有饮水需求，建议大家选择即热式净饮一体机或是茶吧机，这些功能更全、安全性更高的新型饮水设备。消毒柜，前些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提高，家用消毒柜曾经也是热销产品，不管台上、独立式还是嵌入式，都销售火爆。这么说吧，消毒柜的功能还是很实用的，不仅能对餐具消毒烘干，还能充当碗架柜使用。但其实消毒柜在使用中自身的缺点还是比较明显的：一、功能过于单一，消毒柜只能消毒，而且还很耗电，所以也导致它在家庭中使用频率并不高。二、消毒效果不足，消毒柜一般就是采用高温、臭氧、紫外线几种杀菌方式，即便是组合，也有消杀不足的状况。三、不能长期存储，消毒柜没有通风换气功能，所以餐具放久了还会存在2次污染的情况。总体来说，家用消毒柜属于改善性厨房电器，但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技术上依然没有升级。随着家用洗碗机的崛起，已经完全取代了它的价值，所以被逐渐淘汰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太阳能热水器，在科技没那么发达的年代，太阳能热水器算得上家庭中的刚需电器了，主打节能环保。热水便捷，确实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很大的便利性。省的热水器是11次，越多的可替代它的产品，无论是功能方面还是节能方式也更加全面。虽然太阳能热水器的便捷性也不再是优势，近些年开始走下坡路了。其实太阳能热水器之所以会被市场淘汰，我分析有3点原因，大家看看是否认同我的观点。一、使用不便，太阳能号称节能，它缺陷就是靠天供热，一旦天气不好，就失去了它的作用。二、舒适度不佳，太阳能热水器的温度不稳定，夏天水温太热，冬天水温太凉。三、维修养护麻烦，长期暴露在室外，风吹日晒的，维修损坏的几率很大，而且还需要定期清洁，不然杂质和泥沙容易残留在管道内部。除此之外，和更为成熟的电热水器以及燃气热水器相比，节能优势已经不在，随之还暴露出安装和使用不便的缺点，所以慢慢也就被更好的热水器这话让省国直冷冰箱。说到这话让省国市面话让省分为直冷和风冷2种，其中直冷冰箱的性价比更高，称得上是物美价廉，而且曾经也是家庭中的主流冰箱，甚至屹立不到这么多年，自然有它的原因。其实直冷式冰箱得益于它结构简单的优势，可以说出现的故障率非常低，省得运行时噪音也小。但是话说回来，现在买直冷冰箱的人越来越少了，究其原因，逃不过以下几点。一、直冷冰箱最麻烦的缺陷就是容易结霜，如果不经常性清洁冰箱，时间一久，冰箱内部就会形成一个个的冰层。二、制冷温度不均匀，直冷冰箱靠近内壁或者是离蒸发器太近的位置，
温度太凉，经常有食材被冻坏的情况，而且制冷冰箱意味大。3. 因为自身技术原因导致始终无法把冰箱容量做大，大多数都是3开门或双门小容量款式。综上所述，显然制冷式冰箱已经没办法满足现代家庭的生活需求了。风冷冰箱的优势胜在无双，虽说价格贵一点，但制冷效果好，且容量更大，选择款门样式更多。定频空调，实话实说，作为家居博主，我也没想到定频空调会被市场淘汰。要知道，这在当年它可是市场的主流产品，几乎是家庭中的标配。其实定频空调卖得好，肯定有它的优势，比如制冷速度更快，而且相比于变频空调，价格还要便宜很多。另外，结构不那么复杂，维修费用也低。那现在空调市场为什么很少有定频空调了呢？甚至国产空调品牌都不再生产了。原因有3点：一、节能性差，比较耗电，定频技术无法调节温控，自然比变频耗电。现在国家提倡节能减排，这也是淘汰它的主要原因。2. 定频空调在工作中一旦达到设定的温度，就会停止运行，室温升高后又会重新启动。这种模式不仅耗电，同时启动时也会带来很大的噪音。3. 舒适度低，定频空调的压缩机在工作中会频繁启停，这也导致它的温控不够精准，室温忽冷忽热。反观变频空调，温控更为精准，不会出现时冷时热的情况，明显舒适度更高，而且噪音也小，长时间使用也比定频省电。关键是它的制热效果也比定频空调好，更适合家庭使用。提起这2年最火的厨电产品，绕不开的就是微蒸烤一体机，尤其是台式微蒸烤，它是集微波炉、蒸箱、烤箱、空气炸锅为一体的电器，实现多种烹饪需求的同时还不受安装条件限制，节省空间，利用率也高。但是呢，市面上的台式微蒸烤不仅型号众多，性能和参数更是五花八门。如果随便跟风买了大牌，很容易花了冤枉钱，还踩了坑。为此呢，我在电商平台选购了东芝 YD5000、凯度 B8 和美的寻味 Pro 2.0 3款热门机型，给大家做一期横屏对比，用真实数据说话，看一看哪一款更值得入手。3款机型整体都是白色外观，搭配黑色屏幕，颜值很百搭。正面看上去，相比之下，凯度 B8 的可视窗以及彩屏都要更大一些，这样更利于观察食材烹饪过程中的变化，这是一个加分项。操控方面，东芝 YD5000 是数字屏加旋钮设计，凯度 B8 是全触控设计，美的寻味 Pro 2.0 是触控加旋钮设计。虽然几款机型在操作上都很流畅，但交互体验才是核心。比如凯度 B8 在设计上就更加的人性化，它采用的是对称布局，中间是状态栏，两侧分别是烹饪模式和功能键，界面简洁，方便操作，也避免了操作时的误触。而且呢，常用的功能键也没有缺失，比如预约、预热等，也是一键操作，清晰明了，还有温度的实时显示。对比之下，东芝的屏幕就要小很多，通过屏幕和旋钮去选择对应的功能，字太小，很容易按错。美的跟东芝比较相似，同样是屏幕加旋钮，但美的旋钮缺了屏幕显示的功能。容量方面，凯度 B8 是32升3层结构，轻松满足一家5口的烹饪需求。东芝 YD5000 是30升双层结构，上方采用的是圆弧顶，对于两边空间多少会有些受限。美的寻味 Pro 2.0 最小是23升，同样是双层结构，相对更适合小家庭使用。打开门后可以看到3款内胆材质也有所不同，凯度 B8 是陶瓷防护层，不锈钢底材，东芝 YD5000 采用陶瓷涂层内胆，镀铝的底材，而美的寻味 Pro 2.0 是304不锈钢内胆。关于哪种材质更好，后面在清洁污渍时再具体对比。微蒸烤一体机与传统的蒸烤箱相比，最大的区别就是微波功能，建议选择大功率、多档位、变频微波。3款机型最大的微波功率都是1000瓦，日常解冻肉类、速热饭菜都是足够用的。3款产品主要在档位调节和区间上有所区别。东芝 YD5000 呢，它是5档可调，600瓦、500瓦、1000、200、100，这个档位区间呢就比较大。美的寻味 Pro 2.0 呢，这里真的需要吐槽一下啊，它完全没有档位的显示，也没有任何文字的辅助，这里面只有一个百分比。对于用户来说呢，很难理解，只能对照说明书。而凯度 B8 是10档可调，每100瓦为一个区间，这个就方便太多了。在面对不同的食材时，可以选择不同对应的档位，烹饪火候也更为精准。目前主流的蒸汽加热方式就是直喷式加热，传统蒸发盘早已被淘汰，但直喷的效率还是有所区别的。
3款机型采用的都是直喷式加热，但功率的大小、喷孔数量以及水箱容量都有所区别。东芝 YD5000是单侧3蒸汽口设计，蒸汽功率是1000瓦，蒸汽分布受限，多少会影响蒸制效果。凯度 B8 是背后白孔蒸技术，蒸汽功率为2000瓦，蒸汽分布不仅均匀，而且效率高，很适合肉类以及多种食材的蒸制。美的寻味 Pro 2.0 是侧面底部双直喷蒸汽设计口，蒸汽功率是1500瓦，蒸汽分布比较均匀，但蒸汽口少，加上功率偏低，蒸制的时间就会变长。水箱方面呢，美的寻味 Pro 2.0 是600毫升，东芝 YD5000 仅有360毫升，凯度 B8 最大800毫升，能够更好的应对长时间的蒸菜，中途不用换水。自蒸模式方面，东芝有过热水蒸气蒸和纯蒸两种，美的只有一种纯蒸，而凯度有3种选择，分别是营养蒸、高温蒸和微蒸，并且呢温度可以调节，能够满足不同食材的蒸煮需求。接下来咱们用排骨实际测试一下蒸制效果，同样的温度蒸20分钟。蒸制结束后，先看凯度 B8， 明显看到排骨已经完全熟透了，里边肉的汁水也很多，还是热气腾腾的。尝一下口感，也是滑嫩可口，非常好吃。美的蒸完的排骨呢，也还不错，但是里面热气就很少了，同样的肉汁水明显也少了一些。最后看看东芝的，虽然看上去也是熟了，但是吃上去口感偏硬偏柴，可能是功率较小的缘故。偏日式饮食习惯的设计导致的。再看烘烤配置，建议选择上下加热管、独立控温加循环热风的机型。东芝 YD5000 呢，只有上烤管和备烤管，烘烤功率为1400瓦，统一控温，采用的是10窑烤技术。美的寻味 Pro 2.0 是上下烤管加热风组合，烘烤功率是1600瓦，也没有独立控温。凯度 B8 上下烤管加备烤管和背部热风设计，烘烤功率为1900瓦，能够实现上下独立控温。那在模式方面，凯度有加湿烤、风扇烤、上下备烤、上墙烤、独立烘焙、微烤6种烘烤模式，而美的有补湿烤和烘烤2种。东芝同样是2种，欧温烘烤，也就是普通烘烤和过水蒸汽模式烤。下面咱们用蛋糕卷来测试一下上色效果和烘烤的效果。烘烤结束后，咱们可以看到凯度 B8 蛋糕卷上色比较均匀，有非常完整的毛巾面，而且看上去呢很蓬松，这就是上下管加热、独立控温的优势。东芝和美的呢，很明显的能看清楚，上色都不太均匀，而且呢卷起来会有开裂掉皮的状态，蓬松度呢也不如凯度烘烤出来的好。其实选微蒸烤一体机，除了单功能体验，组合功能才能体验出它的附加值，比如微蒸、微烤这些功能就是普通蒸烤箱无法实现的。3款机型都有蒸烤功能。东芝是过热水蒸气，凯度 B8 是加湿烤，美的寻味 Pro 2.0 是补湿烤，其实都是蒸汽加烘烤的组合功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东芝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微蒸功能，而凯度更为优秀，有微蒸、微烤以及加湿烤3种组合功能。像凯度 B8 的微烤复合功能非常适合烤大块难熟的食材，比如说烤猪蹄之类的。它能够借助微波实现内外同步加热，不仅可以提高烹饪效率，而且还能激发肉质的香味和脱脂。这里呢补充一点，关于大家都比较关心的清洁问题，凯度和东芝的陶瓷内胆比美的的纯不锈钢内胆多了一层不粘防护膜，清洁起来更方便，而且稳定性好，更耐磨耐用，即使刮花了也不容易出现生锈的问题。另外，陶瓷防护层的底材是基础，东芝的镀铝底材在高温下的安全性呢有待考证，而不锈钢早就已经全面应用于各种餐具中，相对更加安全。3款产品啊都是知名大品牌，东芝在国内微蒸烤一体机领域定位是偏中高端，产品多为原装进口，缺点就是溢价偏高。美的作为东芝的母公司，产品质量和技术也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。而凯度呢属于微蒸烤领域垂直品牌，行业深耕14年，相对更加专业，像外置水箱和双热风技术现在都成了行业的标准。最后呢来总结一下，东芝的优势是进口品牌，特点是过热蒸汽技术和10窑烤技术，缺点是没有彩屏，操作起来不直观，材质是镀铝基材，不差钱的呢可以选它。美的容量偏小，更适合小家庭选择，另外内胆是不锈钢材质，清洁起来不是很方便。相比之下，凯度配置上就更全面，不仅是32升超大容量，而且是陶瓷内胆，微波档位更多，蒸汽烘烤功率更大，关键还支持上下独立控温和微蒸微烤蒸烤组合功能，烹饪速度也更快。这么高的配置，价格也才3000多，性价比确实高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测评的全部内容，最后放一张3款机型的配置总结对比图，方便大家截图保存，做选购参考。古语云：民以食为天。
餐具碗碟作为盛饭、盛汤的工具，自然是每个家庭离不开的生活刚需。正因如此，很多人在餐具碗碟上都很舍得投入，各种各样的材质、琳琅满目的款式，只要是颜值好看，都会忍不住为其买单。但真正使用后才发现，有些碗具不光是不耐用，还有安全隐患。比如本期分享的这6种碗，建议大家不要再买了，都是花钱买教训。1. 便宜的仿瓷碗不建议买。这种碗就是看上去很像陶瓷碗，但听它的声音又像是塑料，其实就是仿瓷碗。一般上面会印上各式各样的卡通图案，非常受孩子家长们的欢迎。市面上合格的仿瓷碗是由密暗树脂材料制成的，能耐120度的高温，对人体基本没啥危害。但价格较低的仿瓷碗用的是尿醛树脂，这种材料遇到高温食物或者酸性液体，就会分解和释放3氯氰胺和甲醛，如果渗入食物里，那对人体会有严重的损害。前段时间被央视315曝光的夺命碗就是这种，抽检结果也是触目惊心，竟然不合格率高达25%。所以为了确保饮食安全，尽量不要买这种便宜的仿瓷碗。选购建议，对于仿瓷碗，买之前一定要看餐具的标签，认准2个标识。 QS 标志说明它有生产许可证，用着可靠。 MF 标识代表它是纯密暗树脂做的，更安全。2. 镶嵌金边或银边的碗不建议买，就是那种镶金边或银线的碗，与普通碗相比，看上去颜值更高且上档次。凭借这一特质，在餐具市场上的销量也非常高。但我真心劝你不要买，因为这种所谓的金属边，其实就是在加工的过程中，在陶瓷碗边涂附上的一层金水或银水。所以在日常高温使用或消毒的情况下，金属边非常容易脱落和氧化。再说的直白一点，就是这种碗不能放进洗碗机里，金边磨损会非常快。也不能放微波炉里，金属材质高温加热会产生噼里啪啦的火星子，更危险。选购建议选择没有镶金边或银边的陶瓷碗碟，更适合承受高温和日常消毒，使用也更安全放心。3. 玻璃碗不建议买。玻璃碗确实很美丽，看上去晶莹剔透的，用它装任何食物都有一种很诱人的感觉，所以很多人也被它漂亮的外观种草。但实话实说，玻璃材质的餐具中看不中用，说白了就是用它装冷食没毛病。但如果装过热的食物或者放在微波炉加热，很容易炸裂破碎。一旦破碎，如果伤到人的话，就得不偿失了。另外，这种玻璃碗日常清洗消毒也非常麻烦，不能放洗碗机，也不能放消毒柜，一般只耐80度高温，所以不建议大家买的理由就是因为不太实用。4. 无碗底的碗不建议买。现在很多做餐具的商家都在追求形态上的美观，而根本不考虑这个餐具的实用性。就比如以前的碗碟一般都会有比较高且厚重的碗底，这样拖着碗的时候不会感觉烫伤，也更方便端着吃饭。但现在有些碗具为了让外观更加圆润美观，把碗托做得越来越小，甚至没有。虽然看着清新好看，但一点也不实用。我家之前就买过这种没有碗托的碗，用起来真的非常不人性化，因为没有碗底导致隔热性非常差，尤其是在蒸锅里，想拿出来的时候特别费事，一是太滑，二是烫手，打碎的几率也比带碗托的要大很多。还有一点就是收纳的时候，这种碗碟放在一起非常容易卡住，不好分开，鸡肋得很，所以非常不建议大家购买。5. 不锈钢碗不建议买。不可否认，不锈钢的碗碟也深受很多人的喜欢，与其他材质相比，有耐用、不怕摔的，以及质量轻便、便于携带等特点。当然，以上这些都是它的优势，但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。众所周知，不锈钢碗的导热性太好，这就导致它装很热的食物时很容易烫伤。其次，在清洗刷碗时，对清洁工具也很挑剔，就是不能用钢丝球，一般只能用较软的海绵或百洁布。还有一点比较鸡肋，它不能直接放进微波炉里，不然高温加热容易起火花，发生危险。所以如果需要食物加热，还要腾挪到陶瓷碗碟里，比较麻烦。除此之外，市面上的不锈钢碗碟也是鱼龙混杂，质量参差不齐，如果不是食品级的，安全性也没办法保障。选购建议，如果喜欢不锈钢碗，购买时要认准304不锈钢或是316不锈钢，不是这2种标准的，不建议大家使用。6. 釉上彩工艺的碗不建议买。彩釉碗在各大超市都很常见，就是那种带花纹的碗具，五花八门的样式，花花绿绿的颜色，价格便宜也非常漂亮，所以大家都很喜欢。但是这种彩釉工艺也分很多种，其中釉上彩工艺的安全性最差，不建议大家买。那什么是釉上彩？说白了，这种工艺就是先上釉再印花纹，长期接触高温食物，难免会出现重金属渗出的风险。如果通过食物进入人体内，对身体非常不友好。所以如果喜欢这种带花纹的碗碟，建议大家选择釉中彩或釉下彩工艺的，就是先印花纹后上釉的，颜料在釉面的下层，不与食物接触，用起来更安全。
选购建议，购买时如何辨别是哪种彩釉工艺呢？先看碗底的工艺标识，下彩釉、中彩釉、上彩釉，安全性依次降低。如果没有标识，咱就直接用手摸，摸上去有明显凹凸不平的，一般就是釉上彩，一定不要买。要选摸起来表面是完全光滑的，买它准定没错。给家里添置新碗，不要光图颜值好看，实用安全更重要。建议大家选购时尽量选择花纹少的或者相对干净的纯白陶瓷碗。总之，餐具碗碟要选安全的，要选健康的。